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那让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寻求帮助的朋友们，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35岁，来自黑龙江；务农。张女士，37岁，来自黑龙江，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我心里，我们就是两口子呀。虽然我们就是离了吧，但是我们毕竟是原配，对吧？现在就是仅差一张证而已。虽然我们俩有感情，但是现在已经离了。在我心里，他就是孩子他妈。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跟我领这个证。但是我现在感觉吧，他这么耗着我，他100%就是有二心。他想把我当免费保姆吗？他是什么意思呀？我也想领这个证啊，但是我要求他没做到，我也不想轻易的去复婚。毕竟说再离了，谁脸上都不好看。他总是不理解我，讲一出是一出，我也是没办法。哟，这你俩现在不算两口子呀，是吧？对，前夫前妻啊，前夫前妻嘛。对对对，那咱得从头说起。这先说为啥离了婚了？就是之前吧，那个时候他不怎么在家，然后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小区开了一个超市。后期他背着我把这个超市兑出去了。这我这也是没招了，他除了吧喝酒就是打麻将，有一回吧下大雨发大水了，把我家那10多场地都淹了，一场水都淹没了20多万。完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呢？我说地都让淹了。他说我打麻将呢。那我那边都已经玩着呢，倒不是说这边我没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去玩去了，是我不对。那我本身我这边都玩着呢，完了这头他给我打电话说道子被淹了。那你说道子被淹了，我这边立马散了，那我回去了，那水是能撤也是能怎么？我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还是说他是天天打麻将误事儿？天天打麻将。天天打麻将吗？天天打麻将，每天都打吗？打几个小时？3场2场，就基本上就是一场在3、4个小时。就是以前每天是6到9个小时打麻将。天呀，那喝酒呢？你不是他喝酒打麻将吗？就是有一回喝酒喝多了，我老丈母娘在这儿呢，然后他喝多就回来了。那喝酒喝多的人，他就走路什么的他都不稳，然后我老丈母娘看就过意不去了，完了就说他，他当时就急眼了，吵起来跟我老丈母娘就气走了。说还有就是我家那养个小狗，那狗要一看到他喝酒了，狗都在窝里他都不敢出来，不敢动呢。你说那这什么话呀？那是那本身是我喝酒，但是我喝酒吧是咋说呢？那也不是我本意，就是我断片了，就是后期我就是说的话做的事儿我都不记得。所以因为这个，其实你们就是矛盾已经很久了，老公不满意很久了。对，但最后还是你提出的离婚是吧？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超市兑出以后，完了然后我自己就是提的这个离婚，我俩因为这个。那你当时就同意了呀？我当时看不到希望了，就瞅着他也不正经过日子啊。还有的他的穿衣风格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他总说我穿衣服那个就是这事儿那事儿的，又是怎么的，又是比较暴露了。来，一会儿你给让大家让各位老师看一下我穿衣服到底是怎么样，我怎么就感觉你这事儿那事儿的呢？有照片是吧？来看看。有。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正常人。等等，这照片是发在朋友圈的呀，还是给你看的呀？就是他正常的日常照。那这个他是穿着打扮，人家自己喜欢，这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跟你说这个风言风语了吗？就有一次吧，我们俩上街了，然后就碰到我姑姑了，我们俩都过去跟长辈说了会儿话，然后之后吧回家了，我姑姑就背着我就给我打个电话，说的回家管管你媳妇儿，就是咱们过日人哪有这么穿的？那除去你姑姑说这话，你自己觉得她穿上漂亮吗？漂亮是漂亮啊，你看你也觉得漂亮吗？就是只是说让我的家人让我的长辈适应不了。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是理由，都是借口啊。他现在基本上他就是不想跟我复这个婚。不是，这不是你提的离婚吗？那咋就想起来复合了呢？对呀，就是那功夫就是离完以后吧，然后我也处过对象，有时候他某一句话吧，他说我姑娘这事儿那事儿的啥的哈，我心里不得劲儿，的确是，就感觉还不如说孩子他亲爸爸。如果他亲爸爸要是说是啥的话，我还不能那么想。然后后期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找他谈的。您在处对象的时候也打麻将喝酒吗？
那我那个时候一天3场，人也不管我。那你咋带孩子呢？孩子现在也大了，我家孩子现在15，然后就中午给他做个饭就可以了。他上学你就打牌。对对，这他走了，我这边就该玩，完了等他回来，我这边饭我也做好了。所以你这又谈了个男朋友，发现还不如原配哈。对对，先生是怎么回事？后儿我也处了个对象。行吧。完了，其实觉得吧，还是没有原配好。我妈妈嘛也总劝我，在家我妈从侧面总说我，就我妈我也领给我妈看了。然后我妈也不是那么特别满意。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俩虽然是离婚了，但是我俩也有联系，因为毕竟他每个月得给我转那个就是抚养费嘛。他处对象，我处对象，我们都知道。然后后期就他跟他对象有矛盾，他有时候也跟我说。完了后期我俩就说不行的话，咱俩就再试试吧，不行咱俩就复婚吧，毕竟中间有个孩子嘛。完就这么的在一起，我俩就是一直没领证，将近1年了吧。你们俩就等于一说复合吧，两人一拍即合，说那咱就复合吧，就又住在一块儿了，是吗？对对。既然愿意跟他复合啊，你先别说复婚啊，反正愿意再处着一起生活，那有没有你们彼此提些要求？咱都离过一回了，再在一起，咱们互相也对吧，进步一点呗。我把这个坏毛病就是麻将我已经不玩了，但是他现在就是要求特别多，麻将不玩了，酒就是一口不能沾。他喝酒吧，不像咱们正常喝，他喝多他要酒，完了喝多了吧。他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也喝酒，但是我喝酒我有个度。你不用说那些，我跟你说，你现在就闭嘴。你是啥想法我知道，你就是有2心，就是咋说呢？就是之前说句不好听的，咱俩都在一起了，你跟你那个就是前女友，你俩就还视频呢，我都看见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完还保存到相册里了，啥意思呀？那是他喝酒喝多了，因为我们俩复合之后，我就跟他分了嘛，我都把他所有方式我都拉黑了。他是介意我朋友名义，我朋友给我介绍这个对象嘛，他们在一起喝酒完，他就给我发的。当时吧，他就觉得我挺那啥的，就那意思，他比较优秀，放不下他。我回觉得他特别的明白。那你为啥留的截屏啊？这截屏是我无意中碰着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手机现在有特别功能，一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我问你。咱妈同意说咱俩说领这个证，那为啥你就吃这个一个劲儿给我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就是不去领这个证？你是啥意思呀？我也想去领这个证，我只是说想把你那身上这些毛病改掉，但是你是有所改变，但是你没改到我心里那样，你改到心里那样，我是非常乐意做这个。你划出道来，完全不喝酒不沾，麻将能打吗？麻将现在不打了，所以完全不喝酒，完全不打麻将，对吧？对。还有别的吗？这种穿衣风格多少改。今天这个穿衣风格行吗？我喜欢他穿休闲的样子，就是只能穿裤子，不能穿裙子，这意思吧？对对，裙子都不能穿啊。你女儿能穿裙子吗？不穿。你女儿可以穿裙子吗？我女儿这事儿我管不了，媳妇儿得管。哎呀，其实这都是借口，都是理由。老师咋说呢？就比如我就打个比方哈，就比如之前就1个礼拜我就是喝5天或者喝4天，有可能现在就是我俩就为了孩子，为了他，我可以改。可以说半个月喝1次了，就这件事情我做到了，他也不会去跟我领这个证。但是你没做到啊！你一整喝完酒，他不是说的喝多少次，他是喝1次就把自己喝多了，回家就是我来解读一下这个前妻这女士的这个话哈，她其实就是耗着你们，想让你给她在家洗衣做饭看孩子，然后呢让你就榨取你的劳动力，榨取你的价值，但不准备娶你。对对对，但是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更好的，他可能娶别人，所以你老是他有2心，是不？对，那这边夸把我一脚踹了，人这边该娶谁娶谁，本身这房子也不是我的呀，天天撵着我出去让我上班去。老师，我是咋想的？我是让他有个工作去干，不那么清闲了，人一清闲下来，他就想打麻将啊，出去喝酒。他一旦是有个事儿做，我不是说图你挣多些钱，你让他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习惯，喝大酒呀，天天打麻将改掉，甚至穿衣风格你们可以协商，这些没有太多的不对的地方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当成跟他复不婚、领不领这个证的，好像要挟一样？我就寻思吧，我们要结完了这个婚再去离。在我的家庭来说比较丢人。不，那我就问你，就是脸上没有面子。今天为了跟你复婚，跟孩子在一起，有房子是吧？跟你复了，答应了，都答应了啊。过半年领了证了，他又变回去了，你怎么办？我得去考察一段时间。你考察他3年还是5年？对，考察多长时间啊？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我就希望他改变了之后。没有具体时间就是没有期限。对，我为什么说不去上班？因为我女儿现在上8年了嘛，她现在就是中午天天回来得看着她，让她睡觉。
然后他有晚自习嘛，回来到家的时候都9点多了，所以我现在就选择不想出去上班，在家好好陪他。不是，您的女儿今年15岁，每天中午她回到家，你不看着她不睡觉吗？对，玩手机。好神奇啊！一个15岁的孩子，我睡不睡觉需要我妈看着。我姑娘就这样。我问一下，你前夫，说你在外面没工作，对吧？你是一直没工作吗？从来没有。你现在月收入多少？我现在花他的钱。所以我就奇怪，你明知道他就是找借口拖着不跟你复婚，有本事你走啊！我告诉你的是，你走不了。你为什么会窝囊气？因为你经济不独立，所以别抱怨你前夫要求不合理。你要先问问自己，他敢这么不合理，是不是因为我不争气？说白了，其实现在你们俩这个情况都是因为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当然，不良嗜好，我们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应该调整啊。但核心是你们这次的复合真的不是基于对彼此的感情啊、相爱啊，而是基于一些现实的客观的原因，是吧？咱今天既然来了爱情保卫战了，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对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你俩的关系又是一个何去何从，说清楚了，咱们各自知道需要的是什么，自己需要是什么，对方需要是什么，能达成一致咱就往前走，达不成一致，你不女儿也马上上高中了吗？何苦呢？都在这儿憋屈着，各有各的小九九。其实之前我是咋想的，就是有没有这个证都可以。后期吧，就是因为我俩就是吵过几次架，因为毕竟我俩离婚之前把这个房子就是归他了嘛。他没处对象之前，我那个房子给他住，因为我那啥不在本地，就那嘎离学校近嘛，我们俩就约定好了，说的你要是一旦说要是有对象了，咱俩毕竟离婚了嘛，你要有对象了，你不能搁我这儿住了，你要没对象，这房子可以一直由你来住。完我给你的抚养费剩那钱你还能够花一点。后期就是因为我处对象了就搬出去了，完了这次不就是吵这2回架吗？动不动就撵我，因为这房子是不是属于他的嘛？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要一个保障，想要一个安全。哎，等一下，你处对象就搬出去，带着女儿住到人家男方家了？租的房子，但是我处那对象他也不在我们市里，他来回上班，几天回来一回。哎，等会儿不行啊，不行！我要是一小女孩，我已经懂事了，我10好几岁了。因为我妈谈恋爱，我爸把我从我们家轰出去了。我10几岁我都明白，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凭什么？主要就是现在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哦，原来你们都知道对不起啊！孩子好好考，明年一定住个寄宿的高中。说到孩子真的很心酸，尤其做妈妈的，他把孩子是当成一个理由，当成一个借口。对他有意义的时候，孩子长大了；没意义的时候，我要陪伴孩子。要找对象的时候，那我的感情最重要。您说您负责了吗？其实要说到孩子，我心里的确挺不舒服，的确挺对不起我。你说说吧，你今天给你个机会，打9小时麻将，你还说孩子？来，给你个机会，孩子也看着呢。就是怎么说呢？之前吧，的确是过分了，就是一天就是打麻将、喝酒，然后对我姑娘应该说是关心少了一些吧。但是咋说呢？他就是因为我处对象，他因为这个生气。给我们撵出去了，但是我姑娘的确现在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在一起，我姑娘对他吧也有想法。就是我俩一吵架的时候，就是他一整就说，他说妈妈，他说你为什么要跟爸爸说选择复婚呢？你俩成天这么吵。他说那时候我爸你忘了给咱们撵出去了，他会记着这个。今天嘛，我来这目的就是，如果就是你说让我改穿衣风格，我肯定也是改不了，因为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俩有没有人能把心放在家里，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图自己的那点私欲。我是因为没房子住，所以我带女儿回来了，我得有地儿住。我是没有饭票，我带着女儿回来要饭票。你要是本着这个心，你永远被他拿捏，他永远不跟你复婚。我知道老师你说的啥意思。要说饭票吧，咱就说句难听的，他也不是说多优秀。我要是说不好听的，那你说我要是找个对象，那他可能说是不管我姑娘吗？那你为啥分手啊？我就觉得还是不合适啊，还是不管你们吗？咱今天既然来了，咱就把这事儿都放在明面上说清楚了。能过咱好过，不能过咱为了女儿好，你们就分开。如果咱说今天为了跟你复婚，他不打麻将不喝酒滴酒不沾，忍3年，女儿高考一结束去外地上大学了，没事干了呀，我就打麻将，你再跟他离，还是说因为怕有那天那样的事情发生，你就不娶她了？那都不能，我会跟他再走下去的。他还得说这句话说3年，就是因为3年之后女儿上大学了。
还得指望这个妈，指望3年。他只要再拖3年，复婚就不再是必要选择了。现在的家务都是前妻在做吧？对，所以他怀疑你把他当保姆啊？哎，你有没有觉得这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当年落下家里边的那些东西，现在还都还不上，被人家拿捏的死死的。妻子现在后悔吗？后悔。你们看了以后作何感想啊？我觉得女士吧，都已经要改了，就给她一次机会呗。夫妻还是原配的好。我觉得对他们2个人说，就是希望他们，毕竟是和纷纷好几次了，毕竟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过对方的，换位思考一下子，每个人都有提升一下子，做个改变。所以究竟是2位各自心里想着什么啊？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对孩子或者对你们每个个体都有益，对你们2个人整体也有益？怎样的方案更适合你们？或者说我们多一些角度去思考，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确实，一个整天喝酒打麻将的女人最容易败家，而且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你是不能自拔，一陷一深，是不顾家庭。我们说，即便我们是夫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它一定是良性的，符合公序良俗的，是不损害这个家庭的，是顾及对方感受的。另外，现在2个人想努力的复合，我认为这非常好。作为前夫，你确实有点咄咄逼人，因为他错过，你耿耿于怀的记着他过去的错，你没有去看他为了和你复合，已经在努力的做出改变了。他现在唯一的一点，害怕出去工作，但你为什么不去鼓励他呢？你们2个人很简单，你不要认为2个人是奔着复合去的，你到现在为止还是害怕走进复合的。但是他呢，是害怕出去工作的，因为在他的人生的前面，他没有工作过。你怎么去鼓励他，去帮他？我想这是一个想走进复合的前夫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啊。我听到现在，这不是一个不愿意改变的女人，她自己知道自己错，她也后悔啊。所以我希望前夫哥，你多看看他的改变和他曾经的好，再自己做出决断。如果真的害怕走进复合，和他明说了吧，好吗？年老色衰，其本质这4个字。你20多岁的时候，喝酒、打麻将、乱穿衣服，他有意见吗？他没意见。35岁开始要跟你闹离婚了，37岁，你说我们复婚，他手上握着完整的房子，他赚着钱，他会跟你复婚。我不是说你现在长得不好看，我说的是你和20岁他喜欢的那个人相比，你的这个色，你的这个年，已经无法再让他做出这样的牺牲和包容，所以才会有跟你离婚那一出。我跟你讲，我不用跟你讲别的，我就说一件事，我就能看出你这人品性。他带着女儿走了，整个房子留给了你，就这一件事就能看出你品性。我觉得你对他完全没有必要信任。从当时离婚的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从把你们从房子里面撵出去那个状态，你女儿说的是对的。虽然你的生活被虚无所占据，你年轻时候非常的骄纵，你现在所有的结果都是你应得的，这是你的报应。但是既然到了今天，你37岁，在他眼里面年老色衰了，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认，你现在就应该立刻试着出去工作，然后让女儿看一看他妈其实是可以独立生活的。否则我跟你讲，现在不是你在照顾你女儿，是你女儿在担心你了。你女儿会想，我去读高中，我妈可怎么办啊？是吧？她靠什么过活呀？
你得给女儿解这个心结了。所以你看，这个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这个说实话，看你们俩我都很窝心。这女生，我跟你说，就是我刚才开玩笑，就是出来混总要还的。你说老天谁也饶不了。你当年的像陆琪老师说的这些骄纵，今天就变成你得回家求他了。干啥受那份窝囊气呢？是我以前做错了，你自己也知道做错了，不好。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不务正业，不思上进，不好好管孩子，咱错了。我错了，我认了，我改。我改不是为了你娶我，我改是为了我自己。我才30多岁的人生，现在人的寿命都在延长，精力都越来越好。你30多岁，我觉得你努力工作个20年不成问题。我们这一把年纪不还在这儿工作呢吗？所以你干嘛躺在这儿祈求他的怜悯，给你个婚姻？我气在这儿，我气你气在这儿。现在正是好的时候，女儿上了高中，你有大把的时间，白天干啥呀？躺家里刷手机呀，他更嫌弃你。你37，他就嫌弃你了。你再跟他耗上3年40，他更看你哪儿都不顺眼。独立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1，我们的情感要独立；2，我们的经济要独立。你现在正是工作的好时候，干啥不行啊？你去超市、去商场、去做售货员不可以吗？你现在选他，纯粹是自己懒惰，不思上进，太懒了一辈子，你还敢懒呀？年轻时候不努力，老了就得吃亏。你趁现在还没老，赶紧好好去成就自己。大好的人生才开始啊！年轻懵懂不懂事儿，因为漂亮犯了那么多错，那么多该自己争取的没争取，没拥有，没获得。今天开始一点都不晚。真的，我劝你去工作。先生，你不厚道。年轻时候你怎么那么惯他呀？我刚才就说没漂亮嘛，陆琪老师解读的非常完整了。那如果现在你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过去10几年是我撑起的这个家，现在确实也是你撑起女儿的生活，那咱就爷们儿一点呗。你要惯他，你就一直宠下去。你要不能宠他了，你觉得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你即便你改了，我也觉得不是那么个滋味儿。那你们俩就共同抚养孩子，把孩子扶上马，你找你喜欢的人去呗。你不能这么不厚道的说提这要求提那要求，可算自己扬眉吐气，把他拿捏在手里了，听着让人不舒服。咱不要这样哈，把这个都摆在桌面上说清楚了，能在一起咱再努力一下，不能在一起，我建议就算了，各走各的路。你们离婚了不影响你们同为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不要拿这个当幌子了啊，好吧？好累哦。你让一个家里10几晌地让大水都泡了，我都放不下麻将牌的人，早上8点上早班是吗？你的这个要求难度就等同于让一个半身不遂挑战拳王泰森啊！就是2位啊，如果我是一个15岁，我爸爸妈妈是那样，我都能在15岁有很大希望上一个好高中的女孩。你猜这个女孩对你们什么判断？第一个判断，我那父亲冷血，因为他对我妈不满意，他把我从我们家房子里轰出来。那年我13，老杨你会老的，那是独生女。那个女孩每天跟你朝夕相处，看着你一言一行，你猜她怎么判断你？我对你冷血这俩字儿是我在过去大概30多分钟里总结出来的，更何况他有切肤之痛，他今天不明白，有一天他能明白过来，你信吗？信。哎，那你觉得那天开始他对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对你是一个什么态度？你现在有个机会让你的女儿知道你不冷血。张女士啊，你给你的女儿2个体验。第一个体验，3观不正。我那妈妈呀，一辈子就想靠男人。你女儿将来受了正规高等教育，她会看出妈妈的3观是什么样。你觉得她看得起你吗？看不起。然后你女儿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切身感受，生活习惯好糟糕啊。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让你的女儿对你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出去找个工作。而且你猜，
你女儿的父亲为什么在你年轻的时候对你那么宽宏大量？我告诉你，每一份放肆都是需要培养的。我用我足够的宽容，把你培养的足够的放肆以后，你离得开我吗？把你培养的连独立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以后，你离得开我吗？养残了呗。那个时候，我就予取予求，随便拿捏。哎呀，我就在想，他其实应该是不等式，两个人都是为了孩子，又重新要复婚了。但是为了孩子和复婚之间为什么就是等于号呢？好牵扯呀！你们俩什么时候谁先提出的我们复婚吧？谁呀？我。所以那时你还在恋爱当中是吗？差不多。你提出的理由是为了孩子。对。然后他觉得，哎呦，这无以辩驳，因为那边你感受到了孩子受到母亲的爱，对吧？对。也觉得孩子应该有一个所谓完整的家，完整的家，是吧？然后你们又在了一起，从此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就发生了。因为我没有提到爱呀，我没有听到爱呀。那我们在想，两个没有爱的人住在一起，这个孩子看到的是什么？他会幸福吗？所以为什么为了孩子要在一起？难道不在一起你就不能对孩子好吗？你只给钱就完了吗？你不能陪伴孩子吗？可去看孩子呀。所以先把这个等号给拆了。女生你是为了什么去找他复婚？你知道不是爱，他明明正谈乎着热乎劲儿呢，他多想听一个女人说，你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那个男人。但在你身上，你眼里是没有这个的，他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他的心一定是在外面。赶紧分开住。要想好好爱孩子，就好好先去爱好孩子；要想独立，就去找一份工作，好吗？就这样。好，你们下来休息一下，思考一下老师说的这些话，好吧？来，请休息一下。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刘先生，44岁，来自黑龙江；务农徐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今天是谁要来解决问题的？肯定是我要来的呀，在家跟他什么事也沟通不了，根本就聊不明白。我本来表达就慢，他性子还特别的急，根本就不听我说的是啥。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我就想在家干点啥，就是岁数大了，出去也不容易。他就是始终不听我的，与其早晚要回来，不如现在就不出去。他就是现在也是听不进去。我就想让他跟我出去打工，这么多年我给他多少次机会了，他都赔了，现在还执迷不悟。他要如果现在不跟我走的话，那我就自己走，以后就各过各的吧。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哎呀，你们俩确实和他们俩情况不一样。他们俩是这女同志吧，就坚决不上班；你吧是坚决要出去奔事业。就是一开始这个事儿吧，就跟他聊不了。这个分歧吧，就从12年就开始了。其实之前吧，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家就是开个小超市，然后那个时候吧，条件还可以。慢慢的，农村就是人都往外走了，支撑不住这个家了。我就到12年的时候，我跟他商量，我说的，要不你就出去打工去吧，然后我自己家带孩子开这小店儿，不两头都不耽误吗？他就不愿意，但是他也出去了。在他走有半年的时候吧，然后我把店兑出去了，我也出去了。打工12年到17年这么多年，在外头天南海北的，有什么好的？哎，我们12年到17年之间还做了个时间轴啊，看看你们这个中间在外打工都经历了哪些变化呀，或者不愉快，咱们照着这个时间轴捋得更清楚一点哈，来一起看一下。哦哟，这么复杂呀！啊，男的是蓝线，女的是粉线，中间还有交集是紫线是吧？对呀，两口子跑到一块儿打工了，干嘛还分开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去的是沈阳，然后那个我去的是大连。在沈阳那个地方吧，他是做那种工地的，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挣的太少，我俩再租个房子，就还是剩一个人的钱。所以我就去大连。那时候我妹妹在大连，然后挣的就比在沈阳多。一直我们俩不管是今年走啊，来年走啊，就是一直就是没走到一起。只有在唐山的时候，我俩待了4个月。
在唐山在一起之后，因为他当时过敏，活确实干不了。那你留在唐山，他去大连呗？你怎么也走了？那个唐山就是去那个厂子的都是夫妻，很少有一个单人的那种。但是这里2016年好像又交集了，你们2个人都来了天津了。对，那个时候我在天津嘛，然后他就非得要去天津找我，完了然后又找人，又找经理，又找厂长的，然后给他弄进去了，干到年底，他去的时候已经就是他那工地停工了，他就开始就是给我做那个思想了，就是说意思要那个要是回家一起回家。稍等，我再问，青海为什么1年不见面？春节不去见吗？每年就是出去打工的人都知道，就是初8吧，基本上初8或者初6都走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是过完小年之后，我们才能回到老家。我猜的话，青海你是不是在格尔木？在玉树。玉树就格尔木还要见面，挨着可可西里，就很遥远哈。他在高原上打工啊，特远，不容易啊，也是为了赚钱嘛。主要是为了赚钱，上面有高原补助。你们赚了多少钱回老家？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连之前就是在家开那个食杂店的时候攒的，然后我们出去那几年之后回家也攒了30多个。那咱回了家，这不应该过好日子吗？也攒了30、40万了。他把所有的钱全都养猪赔了。就你们是刚好赶上非洲猪瘟那波是吧？对，理论上是赔了30多万，但是现在我的圈舍和场地还在啊，只是不养猪了。那你说那破场地有啥用啊？我说我不同意养殖，就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养殖，从始至终我就没说过就是我愿意养殖，就是包括他回来的时候，我说你要养的话可以，但是你那个不能把我这个人打进你那个养殖内啊，你自己要是能干过来的情况下，你就干。然后就是我婆婆。他弄不过来，就把我叫到那猪舍里去了。就当时我就那是我没在家，没办法。那父母叫你，我也不知道。那这个行，就是救急也好，什么也好，我也能就是理解了。包括猪瘟的时候，你说就是我家那猪4个猪圈哈，1个猪都没有了，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不知道，唯独我不知道。我怕你上火吗？但是我也得有知情权嘛，那2口子过日子不得有知情权吗？你把钱都赔进去了，那我不知道你拿我当自己家人了吗？这对。哎，然后呢，这钱也赔了呀。啊，完了，然后还执迷不悟，现在还要养牛呢。这养啥咱们待会儿再商量哈，先把你俩的矛盾咱们先说清楚。所以从17年回了家，其实就矛盾不断是吧？这个做什么工作呀、养殖呀、赔钱呀，包括和婆婆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家里边的事儿不愉快。对，所以我很生气，我又走了。又打工去了啊！我又走了1年，到那个19年末我回来的，就怄气呗。但是还我生气啊，那还是想老公想女儿呗，就又回来了呗。哎呀，我又不是说我离开你，他可不是想我回来的，他腰间盘犯了，要我接回来了。哎呀，那就是你心疼他呗，怕他身体不舒服呗。至少咱不愉快，或者是挣钱的方法商量不一致，但是夫妻情感还。反正听到19年就还是在，就是他现在来到老师面前，你看还说话呢。就是平时我俩在家沟通不了，根本就沟通不了。从啥时候开始就沟通不了了呢？就是最严重的这半年。这半年，为啥呀？因为这半年就是孩子已经考完大学了，已经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俩就是可以就是收拾收拾，就是找一个适合我们2个的工作，就可以挣钱去了。所以今天你们要来的矛盾是，女儿子上大学也出门了。又面临接下来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了？对呀，听起来是你老公依然想留在老家，不管养猪养牛，反正咱场地在，这个圈舍也在，继续干这行养殖是吧？妻子是又想张罗出去打工了，对，出去打工，所以有矛盾了是吧？而且这回特别的严重，他就说如果我不跟他出去，就彻底要跟我分手。因为就是我觉得吧，我没有时间再去说赔30几个。我那个时候我30多岁，再养还能赔30几个？不好说。那你这个你有把握吗？你敢保证说我再养牛我就能挣钱吗？那我保证不了。虽然说出去打工说是辛苦，得听着人家，那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呗。为什么人家那一厂的人都能干，你干不了呢？哎，你为啥就不愿意跟太太出去打工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年龄跟几年前又不一样了，年龄又大了，家里老人年龄也大了，孩子虽然是不用管了，但老人现在父母身体也不是那么太好。像我们一走你也看了，一走说不上天南海北又去到哪儿了。你们双方父母都需要你们照顾是吗？现在身体还可以，现在是暂时是不用。他的父母大，对呀。但是我感觉就是与其早晚得回来，不如现在就彻底在家铺了底儿，就在家继续发展。行吧，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生意经我们听明白了，反正一直有分歧，到现在是分歧矛盾最激化了激烈的时候。
那咱也把这个先放在一边儿哈，回顾一下你们这么多年来的感情吧，行吗？你觉得你们这些年的感情怎么样啊，太太？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除了这些就是无法沟通这些事儿，剩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强制性的问题。那他平常体贴你、照顾你吗？这方面他都可以，做的都可好了，就还是一个好老公是吧？对，从情感上就是这种想法，我接受不了，其他的都可以啊。丈夫说说，他就是比较强势，平常点怎么都可以，但是一旦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个答案。提问题不就得有答案吗？要他想要的答案。他的这个强势是不是也影响你一些对未来你们赚钱方式的判断？就比如说你要跟着太太一起出去打工，他这个强势的劲儿，你会不会觉得想想我还不如在家养牛？说实在的，我也习惯他强势了，但是主要是现在我俩沟通出现问题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越来矛盾越来越激化，越来越激化。他不像头几年前还至少有一个听一个的，或者是两个实在谈不拢了，崩了，俩人各走各的了。现在就不行了，还得在一起，还得选一条路，就还得跟他一起去打工，他就这一个，没有其他好商量的。差不多吧。那你就去呗，不是感情挺好的吗？咬咬牙去呗。但是我感觉就是现在我俩的感情吧，说实在的，我真怕他就是在这个打工的途中再有说点什么事儿，再给我撵走，说在一起过过怎么样？之前你们俩分开是他把你撵走的是吗？也不说不上撵，就是因为意见就是不合，因为也是因为钱或者什么问题。在唐山本身我表达就费劲嘛。在唐山怎么了，太太？在唐山的时候，就是我俩那么多年在一起，在家的时候也没感觉说他吃的东西我不吃，我吃的东西他不吃。就是在唐山那4个月的时候，我俩就是吃饭都不一样，他喜欢吃的东西我根本一口我都不想吃，我吃的他也不吃。那个时候我们在唐山各奔东西的时候，就是在天津的火车站，我俩分的行李。所以你老公现在不愿意跟你出去打工，是不是心里还有这个嘀咕呀？对，我有阴影嘛，主要是。所以丈夫你现在是也担心出去跟他在一起吃不到一块儿，他还会训你，然后多方思考之后，你还是觉得留在家更好，是吗？清静，对对，自主，能做主。对。包括这就是在家这几年当中，我是在市里住的，他是在农村住。完了，哎，那是不是你老公不爱你了呀？你看他都不听你的了。他就是这么执迷不悟吗？钻牛角尖。但是你跟我解释也行啊，他也不跟我解释。因为他是怕他啊，就是怕他嘛，不是不爱，是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能不能给他一点什么安全的保障？哎，你俩出去要夫妻甜蜜啊，安全保障。你吃啥他也吃得香，他吃啥你也觉得好，然后在一起互相商量，甜甜蜜蜜。他说不定就跟你去了，是吧？对，是吧，丈夫？你不训他行吗？你看看，我觉得要是如果说的我俩都挣钱了，我没有那么多事儿。那小脸到时候一掉，谁受了？哎，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啊，你打你的工，你让他折腾他的，这行不行啊？对，少养一点。对呀，低成本的少养一点，让他把你爸你妈、他爸他妈都伺候好了。低成本，你说能买几个呀？完了还占一个人搁家，你一年出去挣个7、8万，你说的不比那强吗？哎，出去难道一定有7、8万好赚吗？关键问题他在这个家没地位，在你这里抬不起头。你不能老把他当赚钱工具呀。我也干呢，我也跟着一样。7、8万，你已经想好了哪个城市哪个岗位等着你7、8万？他会电焊。哦，还有技术，电焊可以，这可以。但我听来听去啊，真的就是还是你们得解决下你们沟通和你们情感交流，这是核心。他说到现在其实没有说真的不去打工，他就是怕。我有什么好怕的呀？你说我又不能打人，又不能吃人的，有啥怕的呀？你挺吓人的。您越是这样，他越怕。来，咱们这样，请丈夫说3件他让你怕他的事儿。其实真的，他在这站着，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我看脚有没有发抖啊？你刚才看他的眼神是很怕的。你看我离他，我现在离他越来越远了，就一物降一物。我们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你对他的这个这就是爱呀！啊，又爱又怕。哎，这真的是，这真的是。所以这是传说中的爱的极致。但是说实话啊，感情是好的，但确实因为这个你们的交流模式和相爱的模式，导致现在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其实还挺严重的，该何去何从？就先问问你们这对夫妻啊。其实要说给建议吧，就是这个女嘉宾说在外边打工，因为我也没有体会过吧，但是我听过他们的故事吧。但是我要是这个女嘉宾的话，我支持她。她怕他的话，我感觉他俩应该还是缺少沟通吧。然后就是互相都让一步，然后那个好好回家好好沟通。给你点启发没有啊？我也要改变自己，出去
努力找工作。你看，行，这挺好，非常好。先生，其实大哥说的也对，毕竟他说他投的那些钱嘛，设备还是占比较多的。就以大哥这个岁数来说，出外也拼搏不了太多年，父母也大了，我感觉还是说的再投入点儿。行吧，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于老师。在这个家庭当中，很显然的是女强男弱。我指的是在感情上，丈夫是怕你的，但并不是说我们狭义理解的那个怕，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爱。你要看一个男人心目当中有没有你，就要看他愿不愿意为你去让步，为你去妥协，为你去犹豫。这个丈夫就是品红老师让他说3件怕你的事情，他2个眼神瞄向你，您默无表情，他就不敢讲1个。这位妻子反对你也有他的理由，一次被蛇咬，10年怕井绳。这么辛苦打工赚来的30多万，由于你的养殖赔进去了，但是妻子有没有想，这赔进去是不可抗力，特殊原因，并不是他不勤劳不努力，并不是他技术差经验不足。养殖那个时候不行，并不代表着永远不行。我们并不来劝你们说该一起出去打工，还是一起留下来办牛场猪场养殖，而是关键的是你们2个人是需要去改变家庭当中，我们相敬如宾很重要，相互沟通更重要呀。尤其在家里，争个输赢没有意义啊，关键是2个人我们共同去规划我们家庭的未来，我们共同去承担家庭的责任，可能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你啊，有脾气但没本事。为什么？你要有本事啊，老公怕你，他给你当牛做马。你只有脾气，他现在就想跑。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把话说清楚。你们真正的问题是对于前程和归宿的根本性的不同。你想明白没有？你老婆其实她想待在城里，你就想回去。你们俩的根本性的矛盾在这个地方，这叫南辕北辙。他为什么天天想要出去打工？他要攒那么多钱，你老想打几年工不还得回来吗？他其实真正想的是我不回来。其实你心底里面真的是我希望我有一天我能留在城里面。你应该把这个目标说出来，把这个目标变成2个人共同的目标，这才行。未来在城里站住脚，如果说在我们附近可以，不是在附近，我跟你讲，他肯定要跟着孩子走的，你行不行？那我们就1个孩子，肯定要跟着孩子走。对呀，所以那现在很简单，我们不要去老想着，哎呀，你去这边打工，我去那边打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啊就跟着孩子，或者是在孩子附近的其他的一些大城市里面，你们出个摊，你们2个啊就做个夜宵啊，做个铁板烧啊，卖个烤串啊、炸串啊，你们俩吃得起苦。因为现在夜经济啊是有很大机会的，1年下来肯定比你们2个人打工挣得多。你们攒一些钱，未来看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去哪个城市，你们就去那个城市落脚。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你们这一代人不行，但你们孩子这一代人肯定可以。既然能吃得起苦，我觉得未来的10年靠体力、靠劳力，我觉得还是能够挣到钱的。重点在于你们2个人真的要好好沟通，把目标给定下来。你看刚才陆琪老师一给你们这个指点，好像未来都清晰了很多。至少我是这样的感觉哈。相爱总得把劲儿往一处使，指点了他俩的方向，反正我听着特别受益哈。但具体如果执行的话，是不是也得学点啥呀？我觉得2个人之间得学一些沟通的课程吧。对，因为我是有亲密关系之内的沟通课的。对，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俩学其实很好，这个很有必要。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对吧？目标也说不清楚，这说明2个人在亲密关系里面只会硬碰硬，那硬碰硬肯定不行嘛。所以你看2个方向：一，你们将来共同立一个志向的方向，供你们参考；二，你们俩沟通，我们大家都看出来是很有问题的啊，不是不相爱，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沟通。2位说实话啊，如果我们能定下共同的目标，那接下来真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你们这20年这夫妻这做的可真是不通透，就忙着赚钱了。当然赚钱是好事儿啊，但眼前你们要做的事儿，我觉得真的要学会，作为亲密关系的夫妻双方，要知道对方想什么，要学会表达，让对方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不能满眼就是我今天挣了3000，还是这个月是5000还是3000。精神世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们需要有精神世界的交流，所以是时候去做一些调整啊。我知道你们都很勤奋，都想努力赚钱，但是钱的背后更多的是爱的支撑。我的建议啊，你就怕老婆就跟着老婆走吧，你那生意真的不好做，而且现在越来越难做，让他去调整调整，更温柔细腻的对待你。你也自己调整调整，把这种怕变成一种真正了解他想要什么。刚才露西老师这么一解读，他真的是想要在孩子身边，在城市里生活。你也觉得就一个儿子，将来肯定要跟他，那你不跟着他去，你在老家干啥呀？在养猪养赔了，养牛养赔了。当你们从我们共同赚钱是我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变成我们好好关注对方，给对方提供情感的需求，你俩可能谁也不怕谁了，谁也不强势了。后半生这就是携手共同创造物质财富，也共同分享情感价值，这才是我们幸福的生活，对吧？等到再老一些，60、70岁，我们不能上班，不能工作赚钱的时候，在儿子在你们身边离着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大家生活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幸福。你别现在为了赚钱，两个人越来越疏远了，将来真的我们钱也挣够了，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了，感情没了，不会爱了，不知道怎么照顾这老头了，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我身边的这个老太婆了，那才是悲哀，好不好？多关注一下彼此，希望你们幸福啊！老刘，我问一下，你老婆喜欢钱吗？相当喜欢，相当喜欢吧？为什么说相当喜欢？一年能挣7、8万呢？那怎么挣？他会电焊，早把你的经济价值摸透了。一年呢，你能挣多少钱？你老婆特别明白，所以我估计你老婆特别喜欢钱，对吧？一个喜欢钱的人，你把咱们家30多万全赔了，没跟你离婚，说明什么？哎呀，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说明他更喜欢你吧？对。所以你怕他应该吗？你把人半辈子赔了，你怕他应该吗？不占理这事儿哈。对呀，不占理。咱们就该听话听话呗，你还正么什么劲啊？挺好的，真的。对啊，是不是挺好的？挺好。所以我就跟你说，别说吃不到一块去，什么都别说。你明知道他那么在乎钱，然后人家都没把你赔那么多钱当回事儿，不是更在乎你吗？所以我问一下，咱能跟着自己老婆出去找地儿咱支一摊不能了？能吧？能。另外，我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根本不是事儿，你们两口子真的这辈子过得真好。但是我想跟你们说啊，你们两口子有一大笔财富，一定给儿子留下去。你们两口子那笔财富不是钱，就是刚才我们屏幕上出的那个表。我要是你们，每次寒暑假我带着儿子，我去我曾经打工的地方干上1个月，高原就高原干1个月。你9岁到你14岁那年，爸爸妈妈没在你身边，爸爸在这儿。你9到14岁那5年，妈妈没在你身边，妈妈在哪儿？妈妈在这儿。那几年没在你身边，你别怪妈妈。你信不信你儿子走完这么一圈，在这个世界上，你儿子将无所畏惧，因为他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你们能留给自己儿子的一大笔财富。咱们不要说爸爸妈妈说我们可能文化水平有限，我们就不能给孩子留下什么，不能说爸爸妈妈我们赚的钱没那么多，我们就没有机会给孩子留下什么。你们那个经历，你们让孩子去体验一番，你们孩子将来走在人世间任何一个城市里，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你觉得他会怕吗？这笔财富要给自己儿子留下，不是每个爹妈都有的。雷老师说完了，我突然悟了，我要为大哥鼓掌。你其实不是要养牛，你在隔山打牛。这4个字怎么讲？隔山打牛是说你用间接的手段达成了你直接的目的。
你们俩无法沟通，多年无法沟通，你的老婆根本就看不上你，没主意，窝囊，不会说话。我说什么说不明白跟他，你说自己说不明白是因为你觉得听不懂，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无法把你拉到一个平台上去沟通。好了，终于看到了一个机会。你怕什么？你特别喜欢钱，你怕赔钱，所以他就抓住你的命脉，我要投资养牛。他其实没有那么笃定的主意，他也知道自己赔不起，但没有他这个手段，你能来到今天爱情保卫战的这个舞台上吗？你们能沟通吗？你能听到他说我怕你吗？想一个场景，何等心酸！你们多年以来没有在一件事情上达成过一致，那两条时间轴的线，我觉得是距离，不是物理距离，是心的距离，对吗？好，终于大哥悟了，可能大哥没有想到，但你做的就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事儿。你把他拉到这个舞台，今天终于说话了，终于不再对抗，而开始对话了，是不是？而且开始听话了，不光是听你们彼此的话，也听进那老师的话，听进去了。大哥点头了，妻子已经哭了。今天不要去决定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不要。我们今天就是达成了第一目标，开始沟通了，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进步，这就是破冰，这就是你们今天可能是这一辈子最大的收获。希望这个老师们的一些建议和一些这个话语能够打开你们的一些思维哈，让自己将来的生活更幸福更如意。那我们这对夫妻啊，前夫妻也一样，听完老师的话好好思考一下未来的生活何去何从，来看看你们最后的选择。先请两对都回到我们的门之后。我看看我们第一组这个前夫妻啊，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开门。这个应该出来，还没了，还没了。对照了一下，这对照了一下前妻决定我出去工作嘛，还是打工去了，好事儿，挺好。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出来是好事儿，这也不一定说这个不出来就意味着永远就不在一起。对，但是希望都先成长，找到自己正确的人生的定位。我们看看这对20年的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请开门。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看清楚了，而且更加相爱，更有方向。哦，早就站在门口了。手拉手啊，这是真爱。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老师。你别谢我们，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嘛，这不是说要沟通吗？有决定吗？我决定，我俩听了老师各个建议，共同守护我们忠贞的爱情，继续延续。哎呦，这么会说话的。你们挺会交流。哎，他说要守护你们的爱情，这话以前说过吗？没说过。那个牛场还养吗？牛还养？别提。就是好像是我提的似的。听老婆的话是吧？哎呀，这妻子你也回应一下老公啊！你看人这话说的，就是以后就是我们先出去挣2年钱，然后以后再打算。以后咱们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深深的话浅浅的说。实在，哎呦我去！抱一下吧。我说他大智若愚吧？多抱一会儿。一会儿继续。脸红了。脸红了，哎呀，我这可以呀，亲一个吧。老刘，不行了，老急了，不行。我看老刘想亲呢。不行。老刘刚才那话再说一遍。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深深的话浅浅的说。就是为他定制的，他性子急，就是一切都慢下来，其实日子很好。可以呀，老婆亲他一口吧，要不？我看他不行。老婆亲一口。
哇！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在电视机前特别感动，那就是你们儿子。哎，带着他去一趟，带着他多走几个你们打过工的地方，你们的孩子以后他就不怕了，他就不抱怨了，他就不迷茫了。哎呀，相爱的人就是这样啊！祝福你们相爱幸福到永久。好，再见，谢谢。因为有爱嘛。反正最后的这个结局是甜到我们了，这样的甜蜜，这样的狗粮，我们愿意多吃哈。也希望这个真的有一些困惑的朋友们来到现场，其实也许会发现你们是真的有多么的相爱，也让我们深受触动哈。希望大家都幸福。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了，这个感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